咖啡豆处理方法的改进贯穿人们饮用咖啡的整个历史，而日晒法是众多处理方式中最为古老、传统的方法。据文献记载，日晒法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元11世纪，也就是1000多年前，阿拉伯人就开始使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咖啡豆。大家好，这里是窝娃的咖啡频道。今天让我们来聊聊咖啡豆都有哪些处理方法，不同的处理方法会给咖啡豆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变化。日晒法作为最古老的处理方式，同时也是最简单的方式。当时的阿拉伯人会将采摘后的咖啡豆直接平铺开来进行晾晒，以此来得到干燥的咖啡生豆。当时对咖啡风味的追求远低于对咖啡药用价值的追求，用日晒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因为方便快捷。而如今的日晒法就要相对复杂一些，但依旧是最简单的方式。简单可分为4步：采摘、筛选、晾晒、脱壳。当日采摘后的咖啡浆果会在8小时内就近就速处理，果农会把新鲜的咖啡浆果先清洗一遍，同时进行初步的筛选，将污垢、土壤、树枝、树叶等去除掉。这一步通常采用手工的方式来完成，而后进行第2步筛选。在这一步，所有的咖啡浆果会被倒入一个大池子中，然后向池子中注入水。成熟完整的浆果会沉入底部，而未成熟、虫豆、坏豆等瑕疵豆会漂浮在水面上。在个别极度缺水的地方，这一步也会采用人工的方式来进行，瑕疵豆会被直接丢掉，而经过筛选的成熟浆果则会进入下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晾晒。这一步会将整个浆果直接进行晾晒，整个过程因日照条件的不同，会持续2到4周不等。咖啡浆果一般会平铺在水泥地上，或者专门建造的透气的架子上，在一些地方甚至会直接平铺到泥土上进行晾晒，但是得到的咖啡豆会有泥土和腐烂水果味。虽然节省了人力物力，但风味大部分消费者都无法接受。晾晒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时的进行翻动，这对最终咖啡的风味有很大影响，并且可以防止底部浆果过度发酵。晾晒的日期和光照条件有直接关系，那什么时候才是晾晒好了呢？这就要与咖啡浆果的含水量有关了。一般当浆果的含水量从60%降低到10%至12%时，这些浆果便达到了晾晒的标准。但是天气是不可控的，因此有一些大型农场会使用烘干机来达到此效果，但是并不常见。因为日晒法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低，晾晒后的咖啡浆果会变成紫黑色，表面因为脱水而发皱，与葡萄干类似。干燥的过程在整个处理方式中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会直接影响最终咖啡豆的品质。过度干燥，咖啡豆会变脆，在脱壳时会产生很多碎豆。未干燥的浆果容易附着细菌等微生物，而容易变质。晒好的浆果会进入下一步，脱壳。脱壳就是将浆果已经晒干的果皮、果胶等去除掉，得到里面的2瓣生豆。对于果农来说，日晒法最大的优点就是成本低，而且不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在一些干旱的地区也可以使用。整个过程虽然简单，但是由于天气、光照条件等因素，晾晒的过程也更加不可控，因此日晒法产生的瑕疵豆较多。日晒法作为一种天然的处理方式，在消费者群体中很受欢迎。日晒处理的豆子，果香和甜感会更突出一些。巴西的阿拉比卡豆超过90%使用的都是日晒处理法，包括印尼和伊索比亚的大部分罗布斯塔豆使用的也是此方法，但是在一些雨多和光照条件不足的地区，这个方法就不现实了。这就是传承了上千年的日晒处理法。咖啡豆处理法之水洗法。水洗法虽然没有日晒法的历史悠久，但是同样是咖啡豆的主流处理方式之一，而且往往是精品咖啡豆首选的处理方式。所有咖啡豆的处理都需要一个初步筛选，而相较于日晒法，水洗法要复杂很多。初步筛选后的咖啡浆果会被送入到果肉筛选机中，顾名思义，在这个机器中，咖啡浆果的果皮和果肉会被去除掉，出来的咖啡生豆表面会有一层黏黏的物质，这就是咖啡豆的果胶。而后这些带有果胶的豆子会进入下一步，也是水洗法最重要的一步，发酵。传统的水洗法会保留果胶，直接进行发酵，发酵的时间会持续12至36小时不等。随着发酵方式的丰富，得到的豆子风味也会多种多样。发酵过后，果胶会自行脱落，但是脱落的并不干净，而且还会有细菌、杂质等残留，所以要进行下一步处理。水洗，在这一步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来清洗豆子，这也是为什么被称为水洗法。
在这一步中，瑕疵豆也会被去除掉。水洗过后，仍含有很多水分的咖啡豆会进行干燥处理，果农会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暴晒或者烘干机来干燥，最终使咖啡豆的含水量降低到12%以下。干燥后的豆子还剩最后一步处理。脱壳，这里脱去的壳指的是咖啡豆的内果皮和银皮。这一步完成之后，便是我们常见到的咖啡生豆了。水洗法最早诞生于18世纪，由荷兰人引进的一门技术。当时荷兰人将咖啡种植拓展到了南美的殖民地。水洗法发明之前，使用的处理方式一直都是日晒法，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里气候潮湿多雨，仅靠日晒远达不到原有的处理效果，而且咖啡豆经常会发霉，于是他们便发明了这种不需要阳光，但是需要大量水的处理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水洗法最初被称为西印度处理法。水洗法由于保留了果胶，发酵之后会更加突出咖啡风味的地域特点，所以多用于一些 SOE 的豆子处理。此外，整个处理过程几乎都在室内，受气候影响较小，因此大大减少了杂质的产生，品质也更高，而且外观也更加完整，麦香极佳。水洗的豆子果味和酸味都会更丰富一些，但是这种方法也有缺点。首先就是浪费水，整个过程耗费大量的水资源，仅1公斤的咖啡生豆就需要约40到50升水，因此在干旱地区比较少见，而且整个过程更加复杂，成本相较于日晒法也会高出很多。你是更喜欢日晒豆还是水洗豆呢？咖啡豆处理法之蜜处理法同样是咖啡豆的3大处理法之一，但是很多人可能对这种处理法有些误会，因为这个处理法的名字，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方法的豆子喝起来很甜，或者是用蜜来处理咖啡，但这两种理解其实都是不对的。这里的蜜指的是咖啡豆的果胶层，粘得像是蜜一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蜜处理的过程。蜜处理其实就像是之前讲到的水洗法和日晒法的结合。首先，咖啡浆果都是要经过初步筛选，接下来的一步和水洗一样，去除咖啡浆果的果皮和果肉，保留果胶层。果胶层保留了大量的糖分和酸味物质，而果胶层就是蜜处理的关键。根据刮去果胶的比例不同，蜜处理的豆子又分为黑蜜几乎保留所有果胶，红蜜果胶刮去20%左右，黄蜜果胶刮去50%以上。完成去皮步骤后，和日晒差不多。暴晒这一步是蜜处理最难，同时也是最讲究的一步。暴晒的程度很难把握，晒的时间短了，咖啡豆无法保留果胶层中的物质，而时间长了，由于不像日晒法的咖啡浆果有果皮的保护，果胶很容易过度发酵，使豆子发霉。晾晒时同样是放在水泥地或者架子上，最初的几天，每隔几小时甚至每隔1小时都要对豆子进行翻动。随着含水量降低，翻动的频率慢慢减少，直到含水量降至12%以下，暴晒这一步便完成了。最后的处理和另外2种方法类似，脱壳、去除掉果胶层以及银皮，如此便得到了蜜处理的咖啡生豆。蜜处理法最初约在1900年由巴西人所发明，起因是水洗法成本太高，而且非常耗水，很多贫困或者水资源紧张的地区很难负担这种处理法。而对于巴西来说，气候潮湿，日晒法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是便诞生了这种2者结合的处理方法。这种方法在当时也被称为半水洗法或者半日晒法。00年左右，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引进此法，并进行了改进。改进后便是我们现在熟知的蜜处理法。如果说日晒咖啡豆的缺点是杂味较多，水洗咖啡豆的缺点是太过干净，缺少层次，那蜜处理的咖啡豆的特色就是保留了水洗的干净，又赋予日晒的层次。风味之间的平衡度是蜜处理法的最大特色，其原因主要在于处理的过程中浓缩了果胶的糖分及酸质，让咖啡豆同时保有2种处理法的特性。使用蜜处理法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大量的清水，对于水资源紧缺的地区来说是个很好的处理方法。此外，成本也会低很多。蜜处理法的好处这么多，那为什么还需要其他的处理法呢？原因是蜜处理法的咖啡豆是所有处理法里面最费时且耗工的，要达成上述这些优点，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及大量的人力处理，以至于发展受限。但蜜处理法的风味是毋庸置疑的。现在问题来了，3种处理法，你更喜欢哪一种呢？在南美洲的豆农们发现，可以尝试将葡萄酒的发酵放到咖啡豆的处理中，于是经过多次尝试，他们惊喜地得到了一杯水果风味极为浓郁的咖啡，甚至可以称其为不像咖啡的咖啡。厌氧处理法又称低温厌氧法、厌氧发酵法，顾名思义，区别于传统的3大处理法，厌氧法的重点就在于发酵。这种处理法是为了迎合精品咖啡浪潮环境下顾客对于更多咖啡风味的需求。优点就是咖啡的水果风味会更加明显，
由于只有发酵过程和其他处理法不同，所以可以直接在各种处理法的处理流程中直接添加厌氧发酵这一个步骤。于是就有了厌氧日晒法、厌氧水洗法和厌氧蜜处理法。由于只有发酵这一过程特殊，其他处理步骤就和3大传统处理法一样。传统的厌氧发酵法需要将采摘后的咖啡浆果直接整个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环境进行发酵，比如不锈钢桶，可以有效隔绝空气，而且也不会吸附咖啡豆的风味。根据不同的处理法后缀、日晒、水洗、蜜处理等，选择加水或者不加水，然后向桶内加入二氧化碳，使桶内处于一个无氧的环境。通常发酵时间可以持续几天到几周不等。等待过程中，工作人员会严格把控容器内的 pH、温度、压力等条件的变化，以求得到所需的风味。不同发酵程度产生的风味也会不同。这样的处理会有什么用呢？厌氧处理法中的厌氧指的并不是无氧的环境，而是指酵母菌、乳酸菌等微生物分解糖类物质的方式。以酵母菌为例，在传统处理法中，发酵时酵母菌分解糖类都是依靠有氧呼吸，产生的物质仅仅是水和二氧化碳，再配合其他脂类物质的分解，进而产生各种风味。而厌氧处理法中，由于建立了一个无氧的环境，酵母菌主要进行无氧呼吸，这个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便多了一个酒精，而且其他脂类物质的分解也会产生变化，这就使得咖啡豆的风味丰富了起来。而且还有乳酸菌的加入，乳酸菌只能进行无氧呼吸，可以将有机物变成乳酸，这样咖啡豆的酸质也会更加丰富、更加明显。此外，由于环境密闭，咖啡的风味不会流失，这就是为什么厌氧法处理过的咖啡豆水果风味都更为丰富。整个处理过程可调控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加水与否、容器、发酵时间、发酵温度、菌群种类等。即使是同一种咖啡豆，也会产生多种的风味变化。那这种处理法是从何而来的呢？据说，该处理法的灵感来源于葡萄酒的处理方法，因为葡萄酒一直就是厌氧发酵的。在南美洲的豆农们发现，可以尝试将这种处理方法放到咖啡豆的处理中。于是，经过多次尝试，他们惊喜地得到了一杯水果风味极为浓郁的咖啡，甚至可以称其为不像咖啡的咖啡。由于厌氧处理法可以有效地放大咖啡豆的水果风味，所以多被用于处理一些原本水果风味就丰富的咖啡豆，比如大名鼎鼎的意式咖啡、粉红波旁等。厌氧处理法的玩法很丰富，很多人就是因为其不确定性而尤为钟爱厌氧处理的咖啡豆，但是也被人诟病过。曾经就有人因为该不该在厌氧发酵时加入风味物质而吵架，为此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增味咖啡。把咖啡豆放到酒桶里发酵，那么做出的咖啡会是什么味道？为此诞生了一个新的咖啡豆处理法——雪莉桶发酵法。这种处理法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厌氧处理法的一个分支，整个处理过程几乎相同，差别在于发酵用的容器就是这种处理法名字中的雪莉桶。所谓雪莉桶，就是用来制作雪莉威士忌的酒桶，而且还必须是使用过、制作过威士忌的酒桶。首先，让我们把时间退回到17世纪末，苏格兰政府对威士忌生产施以重税，许多威士忌的制造商负担不起，只好转入地下，偷偷酿造威士忌。为了逃避税关追缴，私酿业者纷纷躲到他地去酿酒，并将威士忌装入西班牙的雪莉桶中作为掩护。让人没想到的是，透明无色的威士忌在雪莉桶中存放，酒液不仅变成漂亮的琥珀色，还融入了雪莉酒的风味，口感变得更加香醇。西班牙雪莉桶产业主要选用橡木材料来制作酒桶，在橡木桶中酿酒会产生不同的效应。首先，当橡木进入制桶厂中制作时，受加热影响，半纤维素中的糖分焦糖化并分解，形成挥发性香气化合物，如糖醛、麦芽酚、环烯。木质素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分解成醛和苯基酮、丁子香酚和其他芳香族化合物，还有一系列木材提取物。所有这些香气最终都会混合到液体中，而橡木的类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白橡具有更多的香草和椰子香气，而酒中已有的各种有机物质与橡木中的化合物之间的交叉反应，就会形成新的香气。于是，雪莉威士忌酒就会带有很明显的成熟水果风味。对于威士忌来说，一般认为其最终的味道的60%至80%来自于木桶。那么咖啡豆呢？用雪莉桶处理咖啡豆最早诞生于洪都拉斯，当地庄园在厌氧处理法的基础上发明了这一方法。为了将这一风味附着在咖啡豆上，
他们就将咖啡豆放到使用过的酒桶中进行发酵，通常发酵时间会持续30到40天不等。经过这种处理的咖啡豆制作的咖啡会带有非常明显的水果风味，以及淡淡的酒香，甜感也会被强化。但是因为处理方式的特殊，产量极低，随之而来的就是价格也很高。按理来说，这款咖啡豆很好喝，应该很受欢迎才对。那为什么要说它充满争议呢？因为很多咖啡爱好者认为，经过这样处理的咖啡豆失去了咖啡原本的味道，就好像制作完咖啡向里面加入香料一样，不能称其为正宗的咖啡。这就引发了一个更大的争议：增味咖啡。增味，美其名曰辅助发酵，是指在咖啡豆的处理过程中，添加一些其他天然或者人工的香料，来赋予咖啡豆一些其他的风味。雪莉桶咖啡其实就属于这一范畴，而且有些雪莉桶处理时，的确也会添加一些类似水果、花瓣等物质，来使咖啡豆风味表现更好。风味极为明显，即使没怎么接触过咖啡的人都能清晰地说出点水果风味。增味咖啡还好，但是随之而来的另一种咖啡豆才是人人喊打，那就是香精豆。正经的增味咖啡处理过程透明，添加的也是天然物质，属于是特殊处理法。而香精豆则是添加人工香精，不仅是在发酵过程，甚至在烘焙过程中也会添加，得到的咖啡豆风味也很明显。在现在遍地咖啡店的时代，快餐式的咖啡消费也使很多咖啡消费者不再那么关注咖啡豆本身。那么问题来了，你更喜欢传统处理法还是新的处理法呢？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